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恐怖怪谈是发生在美国。那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州，有点蛮难念的哈。OK， 好，那在怪谈开始之前，我必须先跟大家说声抱歉，上一周的怪谈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完全没有去更正他的那个文案是延续上周的那个文案哦，因为我做完，然后呢，我忘记生成文案之后就把它，然后那天那个差不多到礼拜五的时候是10点，我发现不对，我还没有上传怎么办？然后就赶快把它上传，然后我忘了就直接 copy 贴上，最后才发现那是错的。对，好 OK， 好，这是上周的问题。好，那这周呢，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诡异跟恐怖。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结婚生小孩了没有？假如你的小孩老师跟你说他看到一个神秘人，然后那个神秘人还会指使他去做一些坏事的话，你会不会很紧张呢？没错，今天发生在美国这个经历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亲身经历。那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废话不多说，赶快介绍给大家了。我的故事要从2016年8月底或9月初开始说起。那时我儿子刚读小学2年级，学校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哭了，问他为什么，他告诉老师说神秘人叫他去伤害他的弟弟，但他说他不会听神秘人的话。当时我没太放在心上，因为对一个刚上幼稚园的5岁小孩来说，学校的压力可能很大。我和妻子都觉得这只是他的想象，他平常也会假装玩忍者龟之类的东西，所以当时觉得还不算太离谱。几周后，我去学校接他，然后一起去沃尔格林药妆店。在路上，他提到神秘人正在跟踪我们。我们进到店里，他突然说：“爸爸，你看，他正在爬墙壁，他正在爬天花板。”我看着他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确实像在追踪某个我看不到的东西。我问他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不能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没有脸，没有嘴巴，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我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但作为一位很理性的人，我还是认为这只是他的想象力太过丰富了。接下来1个月，他还是会提到在学校看到神秘人，但我没有得到太多细节。直到大概11月初，我们在楼下玩的时候，他说他在学校又看到神秘人。我问他神秘人从哪里来呢？他告诉我他从地下来，全身都是火。这时我开始怀疑这件事可能不止想象而已，他平常看的东西完全没有类似他描述的内容，他只看海绵宝宝和朵拉，大概就这样而已。我7岁大的儿子说神秘人不是真的，这让我5岁儿子很不高兴。他很认真的跟他哥哥说神秘人确实存在，大多数时候家里并没有发生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事。我会说99%的时间他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5岁小孩。他有朋友，不算特别安静，但也不算很爱说话。大概11月底的时候，事情开始变得非常的奇怪。我正在煮晚餐，突然听到他从房间大喊：“爸爸，快来看，快来看！”我暂时把晚餐放下，走进他的房间。他正在床上跳来跳去，一边笑一边看窗外。他指向对街邻居家那天刚摆出来的耶稣诞生场景。他说：“爸爸，你看，神秘人他过不了小耶稣。”这时我已经相当确定这件事远远超过想象的范围。这孩子一生大概只去过教堂5次，虽然他幼稚园是在教堂附设的学校上的，所以在那里学过小耶稣。他说小耶稣让神秘人生气，所以神秘人就离开了。大约3周后，情况变得更糟。他在学校下课时间在外面玩，突然哭了。老师问他怎么了，他说神秘人叫我拿最尖的金属去刺杀我的朋友。这时学校需要跟我们开会讨论这件事。隔天
我妻子去跟他们见面，才知道辅导老师问他神秘人长什么样子，他说那东西皮肤是黑色的，还戴着兜帽。他描述的非常精确，甚至强调那不是黑人的黑色，而是真正的黑色。他还说神秘人住在教室底下的地下，而且会在冬天第一天离开，春天再回来。我心想，终于提到一个跟恶魔不符的细节。几天后，我决定去查一下恶魔的资料，结果发现这其实是相当常见的事。我读到一个恶魔的描述，其中有一句，这个恶魔和其他许多恶魔一样，会在冬天的第一天离开，春天再回来。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冬天第一天是哪一天。他在幼稚园没学过，我们也没告诉他，但他12月21日就知道了。隔天我想管他的，我去基督教书店买了一个小耶稣诞生场景，还顺便买了一条十字架项链。我把耶稣诞生场景摆在客厅，告诉他如果想要戴这条项链很酷，但他当时不想戴，我就挂在冰箱上。12月23号，他看着厨房的窗外说，神秘人现在走了，但他会再回来。他停顿了一下，指着我挂在冰箱上的十字架说，爸爸，神秘人不喜欢这个。我问他要不要戴，他非常热情地说要。他戴上项链，在客厅随着迪士尼歌曲跳舞，还说哦，神秘人对这个超生气的，他非常生气。他突然停下来，指着我说，爸爸，神秘人说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说我以为神秘人已经走了啊。我儿子告诉我他走了，但我还是听得到他。这时我心想的，管他的，我要找神父来。我找了一位愿意来做房屋祝福的神父，他问我一大堆问题，像是给孩子读什么书、看什么节目、玩什么游戏之类的。就我所知，家里从来没有任何诅咒的物品，我也没有给他看过恐怖电影或奇怪的东西。所以他大约1周后过来，神父一踏进我们家，我儿子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神秘人想要把你打昏。神父做了祝福之后，一切都很正常，我觉得进行得很顺利。从那之后，他在家里就听不到那个东西的声音了。我有点担心，因为他现在又回学校了，还告诉老师神秘人在教室底下睡觉。我们还听到关于他的细节，他晚上有发光的红眼睛，有火焰护盾。他有一次说他身体周围有像装饰品一样的东西，而且他很会偷偷摸摸。我小孩看的心理医生已经排除他精神有问题的可能。学校辅导老师说，这种情况远远超过5岁小孩子假装的范围。他也亲眼看过他用眼睛追踪的那个东西。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要求我们让他走开。他自己学会，如果对他秀出耶稣，他就会生气跑掉。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他要这么做。我99%确定这是真的，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一个5岁小孩子解释他看到的是什么。圣诞夜，他在车上突然笑了起来，告诉我们上帝给了他一份礼物，意思是上帝会保护他，他现在属于上帝了。我问他，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小的带十字架的勋章。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那是圣本勋章。圣本勋章据说是保护学童和抵挡恶魔的。我们开始带他去教堂，他在教堂外面还是会看得到他。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在等有人离开这里时就攻击他们。目前一切都很平静，没有新的状况，但如果他再回来的话呢？假如你可以跟我说任何建议，我都会非常的感激。好，介绍完先生的恐怖怪谈，我必须说他经历像是一个无助的家人发出求救的一个经历。小孩子似乎被那个神秘人给缠上，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似乎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神秘人，甚至神秘人还会去缠着他。那会不会是恶魔？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假如这是真实的话，这恶魔的可能性很大。而且火焰护盾，然后又有装饰品，我觉得好像撒旦。说真的，这个是发生在欧美国家，所以说我也没办法给他建议。神父他也找来家里做的那个净化祝福，可是似乎还是没有办法做太大改善。会不会这个小孩子才是真正他要去做改善的源头呢？不知道，但我觉得很精彩，超级精彩。假如他有办法
带他儿子去做一些那个净化的仪式的话，我真希望他也可以把它写出来。对，好，那至于这则恐怖经历，我会给他评大概多少颗星呢？我大概会评到差不多4.5颗，因为说坦白，他的儿子。因为说真的，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小朋友就是比较容易去沾惹到那些好兄弟。那个其实不管在欧美啦、亚洲啦这些地方，都好像都是一样的。那会不会这小孩子有去沾染到什么东西呢？不知道，但真的是很棒，4.5颗星，值得。好啦，不管怎么样了，假如是发生台湾的话，当然没错，就去找一些老师。那当然是要找一些有用的老师，不是找那些利用公为老师这样子。那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些改善。但谁晓得，或许欧美的恶魔更凶，不是吗？好 ，OK， 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咿呀嚓嚓。